2024年2月，韩国媒体刊登了一则关于一对中韩情侣订婚的新闻。31岁的中国女子大眼妹，网名 Yami， 身穿中式婚服，在中国广东的一家酒店，与相恋6年的韩国高富帅男友举行了订婚仪式。从视频截图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次订婚仪式极其隆重，无论是韩国新郎还是中国新娘，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光彩照人。据悉，这次订婚光男方给的彩礼足足有52万元人民币。这个身材娇小、颜值甜度爆表的广东妹子，究竟是从哪里找到的韩国高富帅？二人到底是因何结缘？两人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本期带您走进广东姑娘大眼妹和韩国欧巴的爱情故事。1993年，大眼妹出生在广东汕尾的一户普通家庭，家里子女众多的她是长相最为出众的那个。虽然身材娇小，但却五官精致，看上去温婉迷人。从小热爱韩流文化的她，热衷于听韩国歌、跳韩国舞，甚至靠自学学习了韩语。那时候在广东长大的她，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到韩国，在舞台下看着喜爱的idol唱跳热舞。她只知道自己喜欢的事物得靠自己争取。她想穿漂亮衣服，想住大房子，就得靠自己一步步的努力获得。于是大眼妹10几岁的年纪，就在广州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里当起了档口小妹，每天都是天没亮就出门，深夜才回家，一件接一件的试穿衣服，不停的买衣服。恰恰是这段特别的经历，磨练出了大眼妹独到的时尚眼光，以及超强的沟通和销售能力。才20岁出头的年纪，大眼妹就自己盘下了一个档口。她成了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娘，年轻漂亮有冲劲，这样的小姑娘怎么会不成功呢？她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同时她还在网上拍视频、开直播，只为提高自家衣服的销量。广州13行的大眼妹在当时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。2018年25岁的大眼妹在抖音平台上结识了来自韩国的帅气多金男金度亨。两人相识的缘分始于抖音的评论区。这位韩国的富家公子哥金度亨当时正在中国上海留学，偶然间在抖音上留意到这位活泼可爱的妹子大眼妹，一时间心动不已。大眼妹完全符合金度亨心目中对美人的定义，这样温婉可人的中式美女使他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为了把握机会，金度亨频繁主动地在大眼妹视频下留言。久而久之，大眼妹注意到了这位韩国欧巴，俊男靓女在此相遇，自然免不了要擦出一番火花。大眼妹对这位韩国帅哥也是一见倾心，两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，从此成了更加亲密的好友。可韩国欧巴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好友关系，他心里想的是和大眼妹正式交往。大眼妹一时之间有些困惑，她确实对这位韩国帅哥有好感，但自己的事业正处在关键上升阶段，总不能为了谈恋爱就跟着他天南海北的跑吧。金度亨了解到大眼妹的顾虑之后，立刻坐上飞机，从上海飞到了广州，对她承诺道：以后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就这样，大眼妹被韩国帅哥的一片真心所打动，两人搬到一起，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。大眼妹万万没想到，这个自己偶然邂逅的韩国帅哥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富二代。金度亨的父母十分恩爱，家底非常雄厚，只有他这么一个独生子。按照韩国的标准来看，金度亨家里妥妥是个财阀家庭。他的母亲认识很多韩国艺人，只需要打个电话就能请到艺人助阵演出，而且韩国父母特别喜欢这个来自中国的准儿媳妇。那还等啥？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大眼妹放弃国内的服装生意，摇身一变成为了韩国豪门的儿媳。2021年，大眼妹跟金度亨在韩国领证结婚，同时定居在韩国。只是当时由于疫情等原因，既没有举办订婚仪式，也没有举办婚礼，这对于大眼妹来说一直是件遗憾的事情。婚后，金度亨对大眼妹几乎是有求必应。2023年9月，大眼妹即将在韩国度过她30岁生日。金度亨认真的计划，提前给老婆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他准备了一束365朵的玫瑰花，还精心为大眼妹准备了从1岁到30岁的礼物。他提前找来朋友帮忙，当大眼妹一出现，就有人帮她戴上绶带，送上鲜花。
金杜亨扮成小熊，缓缓走出来，在他的面前跳了一支舞。一舞跳罢，金杜亨摘下了小熊头套，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此时他们已经在一起整整5年，成为夫妻足足2年，可对彼此的感情并没有消减。婚后，大眼妹的婆婆更是把她当亲生女儿照顾，知道她远嫁不容易，经常支持她回国看望父母，还让她把妈妈接到韩国玩耍。2023年11月，韩国婆婆还建议大眼妹参加韩国的选美比赛。婆婆对她说，妈妈年轻时一直梦想着参赛，你能不能去试一试？大眼妹十分诧异，自己是个普通人，如何才能参与选美比赛？婆婆一拍胸脯，信心满满地表示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婆婆出钱带着大眼妹去做了个体态评估，给她报了专门的培训班，还请了老师来纠正体态，甚至请来了专业级别的明星教大眼妹唱歌。有了婆婆的鼎力相助，大眼妹顺利通过了初赛的考验，成功晋级。中国媳妇拿下韩国选美奖杯的获奖照片，甚至还登上了韩国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。2023年年底，韩国婆婆表示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回中国过年。自打大眼妹嫁给金杜亨，韩国公婆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，他们渐渐迷上了中国文化，甚至觉得自己算是半个广东人。按照中国文化，娶媳妇儿得红妆10礼，3书6聘。于是韩国公婆决定在2023年春节期间去一趟中国，正式跟大眼妹的父母提亲。当然了，两人早就领证结婚了，这只是一种认可大眼妹的形式。大眼妹有些不可置信，她惊讶地问韩国婆婆，领证后还要订婚吗？婆婆表示，当然啊，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到位，这次好好补偿你。临走之前，大眼妹跟韩国丈夫去韩国外婆家跟老人道别。2024年1月初，大眼妹夫妻俩跟着韩国公婆一起回到了广东老家。知道韩国亲家要来的妈妈，一边用翻译软件翻译，一边给家里的物品贴上韩语标签。大眼妹的娘家人几乎没有人会韩语，但是他们依然热情地准备迎接亲家。2024年1月28日，两家父母首次正式地坐在一起商量孩子们的婚事。韩国公公婆婆拿出从韩国特意带来的土特产送给大眼妹的父母，大眼妹的父母则拿出中国名酒茅台进行回礼。一家人在饭桌上其乐融融，端起酒杯为两家结合的好事道贺。2024年2月初，大眼妹带着婆婆去参观了预定好的订婚场地，公公婆婆还带着他们去订了国内的婚房，顺便在广州买了一套订婚要用的五金。韩国父母还贴心地给大眼妹准备了52万彩礼。2024年2月8日，韩国公婆来到大眼妹的老家，娘家人在家门口拉起了横幅，欢迎韩国家人。2月9日，韩国婆婆还跟着大眼妹一家去各家亲戚拜年，顺便邀请人家来参加他们的订婚仪式。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，韩国婆婆感到非常诧异，中国春节竟然放烟花。婆媳欢快地挽着手在一起看烟花，中韩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圆满的春节。大眼妹还带着婆婆去吃了汕尾美食一条街，吃到潮汕美食的韩国婆婆一脸幸福地扬起了笑容。2024年2月，大眼妹跟韩国欧巴在广东一家酒店举办了一场豪华的中式订婚礼。身着凤冠霞帔的广东女孩大眼妹对着父母深深一拜，许下了和韩国小伙幸福一生的愿望。韩国父母和中国父母坐在台上，身着中式礼服，温柔地注视着这对新人。接过他们手中的敬茶，此次订婚仪式就算礼成。韩媒报道了这次中式订婚仪式，并且对这对中韩夫妻送上了祝福。其实大眼妹他们早在2021年就已经领证结婚了，这次回中国举办中式订婚仪式，也算是为大眼妹的自媒体事业添把火，造势。后来大眼妹和金杜亨还在韩国举办一场正式的西式婚礼。如今的金杜亨和大眼妹用镜头定格了一段双向奔赴、暖意满满的跨国婚姻，更藏着一个极度偏爱中国文化的韩国家庭，成为抖音上极具辨识度的跨国情侣博主。婚后的两人幸福加倍。2025年8月24日，他们迎来了可爱的小公主，升级为3口之家，生活愈发圆满甜蜜。大眼妹无疑是幸运的，
不仅收获了丈夫金杜亨的极致宠爱，更遇到了难得一见的神仙婆婆。婆婆将她视如己出，尊重并深爱中国文化，主动融入她的生活，用真心呵护着这位远嫁的中国儿媳。这样的韩国家庭让这段跨国婚姻满是底气与温情，也打破了大众对跨国婆媳关系的固有认知。两人以自身日常生活和中韩文化差异为核心创作主题，擅长用幽默风趣的方式捕捉中韩文化碰撞的趣味瞬间，让枯燥的文化差异变得生动好懂，极易引发观众共鸣。凭借真实不做作的视角、鲜活有趣的内容，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爱。截至2026年1月，两人抖音账号粉丝量已达446万，互动数据表现活跃，内容涵盖中韩语言学习、跨国生活趣事、婆媳相处日常以及小公主相关的幸福点滴等多个维度，更用民间视角搭建起中韩文化交流的桥梁，让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相处中碰撞出温暖的火花，也让更多人看到跨国婚姻最美好的模样：尊重、包容、彼此偏爱，祝福他们吧。关于广东档口小妹远嫁韩国高富帅的故事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下面我再来聊聊我们的邻居和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统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。我们这位邻居 90% 的人其实对他并不了解。正所谓4个邻居3个硬，还有1个不要命，说的就是韩国。曾经的他穷得都吃不上饭，为何如今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？没事爱刷存在感，满嘴跑火车不说，还各种骚操作，也不知是不是他干爹老美教的。红灯产业力压日本，位居亚洲第一，10年扫黄越扫越黄。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的南端，是一个3面环海的半岛国家。它西与中国隔黄海相望，东南与日本隔朝鲜海峡，东北与俄罗斯隔日本海，北部则与朝鲜以38线为界。国土面积约为 10.329 万平方公里，比我国的江苏省略小，人口约 5143.9 万。尽管国土面积不大，但韩国竟然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。2022年的人均 GDP 高达 3.3 万美元，这一数字几乎是我国的3倍。然而，历史上的韩国也曾经历过一穷二白，全国约 15% 的人口失业，还有数百万的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。历史上，韩国和朝鲜曾同属一个国家。1897年，韩国建立大韩帝国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但好景不长，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，直至1945年才获得独立。在这期间，为韩国的第3服务运动产业埋下了种子。独立后，为了统一，朝鲜和韩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朝鲜战争，直至1953年7月27日，朝韩双方才停战，并以38线为分界线，于是就出现了今天朝鲜和韩国的版图。那么，韩国是如何从贫困中崛起的呢？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朝鲜战争停战后，韩国人均 GDP 低至67美元，位列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。然而，天上真的掉下来个大馅饼，正好砸在了韩国头上。在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，韩国因其地理位置被美国视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和棋子，从而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。韩国吸收后就此走上了被美国殖民的道路。这里的殖民不是危言耸听，美国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中，韩国境内就有73个，在隔壁小日本那里还有120个。韩国虽然被殖民，但经济也得到了腾飞，曾经与我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并称为亚洲4小龙。时至今日，韩国已跻身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，它的娱乐业风靡全球，其整容业世界第一，红灯产业力压日本，位居亚洲第一，10年扫黄越扫越黄，歌舞产业全球第一。全国仅有2584万女性的韩国，其中竟然有数百万女性从事色情行业，每25个女性中就有1人从事这个行业，人均每年色情消费527美元，成为全球色情消费国家之首，人均产值竟然是色情大国小日本的4倍多。
别说咱们感到吃惊，就连小日本都感到不可思议。要知道，如今的韩国可是一个明令禁止特殊服务行业的国家，为何在如此发达的国家中，产业会如此猖獗？事实上，韩国产业的幕后推手正是其国内的财阀集团。在韩国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：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3样东西，死亡、税收和3星。这句话道出了财阀对韩国经济的巨大垄断。据统计，韩国 75% 以上的国民经济都由以3星为代表的财阀控制，因此可以说韩国的经济、文化乃至社会风气，包括老百姓的吃喝拉撒、吃穿住行，都深受财阀的影响，导致其内卷特别严重。为何韩国财阀热衷于权色交易？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的经济逻辑。特殊服务行业作为财阀产业的重要一环，不仅为财阀们提供了娱乐消遣，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源泉。以李胜利事件为例，这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，而是财阀体系下权力与欲望交织的缩影。那些选择自杀的韩国女明星，她们的悲剧往往与财阀的性剥削紧密相连。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隐藏着她们无法言说的痛苦，美貌成了她们无法逃脱的锁，而丑陋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庇护所。据有关数据显示，韩国的高中生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，这简直是灭绝人性的摧残。毫不夸张地讲，如今的韩国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财阀给予，别说平民逃脱不了掌控，就连韩国的总统在上任前也都是财阀旗下的员工。全韩国的民众都明白，想要根除色情行业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打倒财阀。但问题就是拿什么去打倒？当年那个想要推翻财阀的总统早已被自己的国民逼得跳崖自杀。有网友调侃韩国最高危的职业是总统，文在寅在任期间也曾严厉打击扫黄。然而10年扫黄越扫越黄，特殊服务行业也成了韩国用法律也解决不了的毒瘤。未来的棒子哥依旧会是那个熟悉的场景，女明星排队自杀，总统挨个进监狱，老客组队喝伟哥水，一切似乎都在改变，一切却未曾改变。这样的发达国家给你，你要吗？韩国的未来估计只有隔壁的最强80后能救赎，靠自身确实有点难。接下来送点干货给80后。韩国作为世界第4大石油进口国和第8大石油消费国，对原油的依赖度极高。为了应对潜在的石油危机，韩国于1979年成立了国营石油公司，负责战略石油储备。目前，韩国拥有9个储备基地，总储存能力达到 14.6 亿桶，实际存储量约为9700万桶，足够韩国使用约100天。此外，加上企业储备的约1亿桶石油，韩国的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。石油储备足以支撑其国内能源需求约200日。在电力生产方面，韩国年发电量高达5768亿千瓦时，位列全球第8。其电力结构以燃煤发电为主导，18座煤电厂贡献了总电量的 31.6%， 紧随其后的是天然气发电，占比 29.4%。而核电则以 27% 的发电量位居第3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韩国拥有24座核反应堆，核电实力位居世界第5，甚至将核电站技术出口至阿联酋。然而，作为太阳的后裔，韩国的太阳能发电量仅占其总电量的 4.6%。韩国的航空交通网络也相当发达，拥有8座国际机场、12个军用机场、7个居民共用机场以及1个民用的航空训练飞行场。在北部地区还分布着众多直升机机场，其中仁川国际机场作为韩国最大的国际机场，是亚洲第6繁忙的机场。疫情前年旅客吞吐量超过7100万人次。乌山空军基地则是韩国最大的军用机场，也是美军在韩国的重要基地之一，驻有美国第51战斗机联队等多个单位。韩国的港口资源同样丰富，全国共有50多个港口，其中釜山港作为韩国最大的港口，自1986年起便跻身全球10大集装箱港口之列。这些港口多数具备停泊军舰的能力，其中仁川、浦项和釜山港是美军主要使用的港口。镇海军港作为韩国海军的诞生地，不仅是最早开辟、规模最大，
设施最完善的现代化军港，还是美军航母、核潜艇在韩国的主要停靠基地。在铁路交通方面，韩国的铁路总里程达到3249.6公里，其中电气化里程为2031.3公里，高速铁路里程更是高达420公里，位居朝鲜半岛之首。此外，首尔、釜山、大邱、光州、大田和仁川这6大主要城市均建有地铁系统，共有22条路线，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。韩国的地铁系统总长327公里，不仅是城市交通的动脉，更是其重要的国防设施之一。谈及国防，不得不提驻韩美军。这支力量规模庞大，约 2.6 万人的兵力，73处基地遍布全国，规模仅次于日本和德国，位列全球第3。在装备方面，驻韩美军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，包括约90架战斗机、40架攻击直升机、50辆坦克以及约60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。其中，汉弗莱斯营地作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，占地超过1398公顷，是驻韩美军总部所在地，同时也是数千名士兵及其家属的家园。除了汉弗莱斯营地，韩国还有多个重要的美军基地，如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龙山基地、东南部城市大邱的沃克营地，以及首尔南部的乌山和群山2个空军基地。这些基地的存在无疑为韩国的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此外，韩国近年来在军事领域的动作也备受关注。2017年，韩国已经部署了6辆萨德反导系统发射车，并使其进入战斗状态。如今，韩国更是计划扩大萨德系统的部署，并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。那么，泡菜是韩国人最爱的美食，人家过喜事不送别的，就爱送花圈，还把我国的很多传统非遗当成自己的。对于这样一个韩国，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